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水是生命之源，一切生命皆是水成就的鲜活精灵，没有水生命将不复存在。含水量愈高，生命愈显水灵，幼儿粉嫩，老人干瘪，皆是因为水的缘故。到了现代社会，人们的养生保健意识越来越强，为了能够提高身体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喝水成为备受人们欢迎的养生保健方法。很多人都觉得白开水索然无味，便通过喝茶的方式来养生。那么对于长期喝白开水与长期喝茶的人相比，谁的身体会更加健康一些呢？一、长期喝茶。其实茶叶中没有任何添加剂，是一种天然植物茶，富含茶多酚和咖啡因，可以给人体补充脂多糖。适当喝一些有利于健康发育。茶有提神的作用，经常喝的话，可以缓解身体的疲劳感，缓解睡意。口渴的时候喝点茶，可以润喉，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加快肠胃的蠕动。而且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为细胞和组织提供抗氧化能力，减缓你皮肤的衰老速度。为什么中老年朋友更喜欢喝茶？这是因为茶的口感好，符合中老年朋友的味蕾。茶叶富含咖啡因和茶多酚，被人体消化后，我们的神经中枢可以处于相对兴奋的状态，帮助人们保持愉快的心情，缓解身体疲劳，有提神的作用。此外，茶叶中还含有一种特殊的儿茶素，能抵抗和抑制体内的病毒和细菌，不伤害肠道内的有益菌，从而防止有害物质危害肠道健康。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喝茶时不要喝太烫的水，以免刺激或烫伤食道和胃，从而增加器官疾病的风险。一般情况下，茶的温度不要超过60度，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肠道内壁的伤害。专家指出，第一，泡茶的水溶性物质总量占 50%， 第二，泡茶的水溶性物质占 32%。 建议你多泡茶，可以减少茶叶中的有害物质和细菌。茶叶浸泡后的微量有害元素在热水中慢慢散发，多次冲泡可以清洗有害物质和其他毒素。二、喝白开水。白开水是世界上最好的功能性饮料，它富含一定的营养成分，可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新陈代谢，帮助身体排出更多的毒素和垃圾。适当喝一些白开水，可以补充体内的能量，使每个细胞充分吸收各种营养和养分。其次，适当喝一些白开水，可以调节体内的温度。白开水可以增强身体的吸热效果，如果剧烈运动后出现大量出汗和温度升高，适当喝些白开水可以调节皮肤温度，最大程度的使热气迅速散去。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每天需要喝1800毫升到2000毫升左右的水，更有利于为身体补充营养，排出更多的毒素和垃圾，提高各种细胞和组织的修复和再生能力，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所以日常生活中适当喝点白开水，不要等到口干才喝。这种情况下，你的身体严重缺水，为了自己的健康，要主动喝水，随时为身体补水。喝水的时候注意几次，放慢喝水的速度和摄入量，这样水才能被更好的吸收和消化。如果一次性喝太多水，会影响吸收速度和分解能力。喝白开水或者喝茶水都会对身体有益，而且可以补充体内的水分。但是喝水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些事情，请避免对身体产生反作用。三、喝白开水与喝茶有哪些注意事项？一、注意适量。饮水适量有益健康，饮水过量
则有可能造成水中毒等。一般成年入每人每天以喝6到8杯水为宜，每杯水应为200毫升左右。儿童及老弱等体质较弱的人群，饮水量可适当减少。此外，肾脏病人、心脏病病人亦也不可过多地饮水，避免加重病情。2. 最佳饮水时间：清晨早起时，机体经过一夜的新陈代谢之后，处于缺水的状态，此时饮1杯水能够润泽肠道，促进新陈代谢，补充机体缺失的水分。运动后、运动或劳动后，身体通过汗液等形式大量损失水分，此时适量的饮用白开水可以补充水分，降低体温。需注意运动后饮水不可过快过猛。4. 喝茶的注意事项： 1. 不要饭后喝茶，茶叶中含有大量鞣酸，鞣酸可以与食物中的铁元素发生反应，生成难以溶解的新物质，时间一长引起人体缺铁，甚至诱发贫血症。正确的方法是餐后1小时再喝茶，并与清静运动、减肥法搭配使用，能收获事半功倍的减脂效果。2. 慎用茶水服药，茶叶中的鞣质、茶碱可以和某些药物发生化学变化，因而在服用催眠、镇静等药物和服用含铁、补血药、酶制剂药、含蛋白质等药物时，因茶多酚易与铁剂发生作用而产生沉淀，不宜用茶水送药，以防影响药效。65岁四川退休大叔，喝茶40多年，出现这几个变化，看看你占了几个。张大叔今年65岁，是四川本地人，现在已经退休了，是一个资深的老茶客，喝茶都已经有40多年了。自从退休之后，他老人家整天没事就会和几个茶友一起聚集在茶馆，边喝茶边摆龙门阵。不过喝茶确实对身体有很多好处。据张大叔讲，他喝了这么长时间的茶，整个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看看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1. 心态更年轻。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是一直老去的，这一点无法改变。但是身体的衰老并不能代表全部，因为我们还有心理年龄，有些人可能只有20-30岁，却感觉已经垂垂老矣，毫无年轻人的朝气。有些人可能已经7老8十，但心态却像30-40岁年。喝茶不能延缓身体的衰老，但却可以让人的心态变得更年轻。因为喝茶可以让人变得沉稳，变得善于思考，变得愿意接受新鲜事物，这些好处都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态。对于追求生命终极意义的人类而言，身体的衰老是无可阻挡的，但心态却可以依然保持年轻。2. 思绪更清晰。老话说醉生梦死，喝多了酒只会越来越糊涂，酒后可能乱性，酒后也可能做出更加愚蠢的决定。因为在酒精的刺激下，一个人会丧失理智，变得疯狂，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喝茶却不一样，因为茶叶不会让人沉醉，只会让人清醒。喝了茶之后，神清目明，精神振奋，大脑可以更加高效地思考，人的思绪也会变得更加清晰。不管遇到什么事，喝了茶后都能冷静下来，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判断。喝了茶不会变得疯狂，只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在面对困难和危机的时候，冷静思考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在冷静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应对。3. 更懂人情味。酒肉朋友往往是酒醒之后就会变成陌生人的假朋友，不会交心，也不敢当真，因为酒后的胡言乱语和疯狂举动都是一时的冲动，做不得数。喝茶时结交的朋友往往能够成为志趣相投的挚友。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可以无话不谈，无话不说，在喝茶的同时关心彼此的生活，让友谊在君子之交中渐渐成长。喝茶结交的朋友都是一些非常美好的朋友。这种人情味不在喧闹中，而在寂静里，但恰恰是这种浓郁的人情，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让人性得以绽放。4. 养心又养生。前面说过了，喝茶可以让一个人的心态变得更加年轻。除此之外，茶叶本身所含的多种营养元素都是人体必须的，经常喝茶，这些营养元素都会被身体所吸收，转化为身体的养分。经常喝茶可以一定程度上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肠胃消化，去除油腻脂肪，这些是显而易见的，而还有一些隐藏的好处，平时不显山不露水，根本察觉不到，但是它却在默默地为你养生。5. 气质更升华。老话讲腹有诗书气自华，喜欢喝茶的朋友大多兴趣爱好广泛，尤其与茶文化相关的内容更是多不胜数。喜欢喝茶的人爱好读书，经常练字，茶花茶艺无一不通，而这一些都能让一个人的气质得到升华，因为他们不在乎外在的喧嚣，而是在寻找内心的安宁。红尘熙熙攘攘，世事如云烟，没有办法撼动那颗坚强温润的内心。喝茶的人可以做到不为外事所扰，更能体会生活的美妙，下肚便能够提神醒脑，保持清醒。咖啡和茶各有各的好处，且比起各种碳酸饮料来说也更加健康。那么究竟是喝茶更好，还是喝咖啡更好呢？最近由数位日本知名科学家组成的老年肺炎研究组带头进行了一项研究，让咖啡和绿茶进行了一波正面对决，看看谁才能最有效地降低中老年人患上肺炎概率。该研究于2021年3月10日发表在著名科研期刊 Scientific Reports 上，对573名65岁以上中老年人的健康分析显示，每天喝2杯咖啡能够将老年人患上肺炎的风险降低近一半。相比之下，每天喝2至5杯绿茶非但不能预防肺炎，甚至还会增加肺炎的发病概率。好在这个数值并不显著，所以绿茶爱好者们也无需担心。1. 咖啡加茶才是更好的搭配。天津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收集了近50万人群的数据，分析了咖啡和茶单独或组合饮用与总死亡率和特定原因死亡率的关联后发现，每天喝小于 1-2 杯咖啡加2至4杯茶可以使参与者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22%， 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 24%， 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降低 31%。 茶和咖啡都有咖啡因，这2类含咖啡因的饮料还附赠了另一个优势，助力减肥。有研究显示，血浆中较高的咖啡因浓度，产热反应就会有所增加，消耗的能量更高，能有效降低人体内的脂肪含量，对2型糖尿病的发生有预防作用。具体来说，血浆中咖啡因每增加1个标准差，发生2型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 19% 至 23%。 不仅如此，咖啡和茶组合饮用比只喝其中一种降低中风和痴呆疾病风险的效果更好。2. 咖啡加茶虽然好，但还得注意这几点。虽然喝茶和咖啡的好处这么多，很多人也天天喝，但是却没有喝对。1. 喝太烫的茶或咖啡，喝温度过高的茶或咖啡可能会灼伤食道黏膜，增加食管癌、胃癌的风险。食管的表面覆盖着娇嫩的黏膜，食物的温度对它有很大影响，10摄氏度至40摄氏度最合适，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勉强能耐受，65摄氏度以上会造成烫伤。2.
不宜空腹喝茶或咖啡，茶叶中，尤其是绿茶、茶多酚、咖啡碱等含量很高，如果空腹饮用，部分活性物质会与胃中的蛋白结合，对胃形成刺激，容易伤胃，也更容易出现心慌、头晕等现象。空腹喝咖啡可以刺激交感神经，缓解疲劳，但食欲会下降，会引起胃部不适，甚至引起胃炎，会加重胃肠道的负担，影响胃的消化和吸收。长期空腹喝咖啡还会导致恶心、腹胀等情况。3. 正在服药时，不宜喝咖啡和茶，像感冒药、安眠药、维生素、甲状腺激素药物等，都不建议喝含咖啡和茶相关的饮品，因为其中的咖啡因和鞣酸成分可能干扰药物代谢，并相互作用，发生不良反应。3. 长期饮用咖啡加强脑代谢，能降低老年痴呆风险。这项研究被发表在著名期刊《临床研究杂志》JCI， 领衔研究者帕瓦尔教授通过对小鼠的咖啡因摄入对比中发现，一共有将近720个基因片段受到了咖啡因的成分影响。而咖啡对基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乙酰胆碱水平降低方面，大脑中的乙酰胆碱水平越高，修饰 H3K27AC、H3K9、K14AC 等基因序列的代谢效率也会因此受到阻碍。饮用咖啡的同时，大脑乙酰胆碱水平减少，脑部代谢的效率也会因此提高。帕瓦尔教授还表示，大脑代谢和神经细胞的消耗速度息息相关，如果长期饮用咖啡，中老年人脑神经细胞的损耗速度减小，能够对老年痴呆起到非常不错的预防效果，降低大约 41% 的老年痴呆风险。不仅如此，脑部代谢和脂肪代谢、胰岛素代谢、蛋白质调节均有神经系统关联。长期饮用咖啡，中老年人免疫力或能得到提升，高血脂、高血糖症状也能得到一定的改善。由此可见，长期饮用咖啡对于中老年人而言有不少的科学好处，不仅能让大脑变得年轻，降低老年痴呆风险，同时还能起到提高免疫力、预防部分代谢疾病的效果。有需求的中老年人不妨养成饮用咖啡的习惯，效果或令你惊喜。4. 咖啡每天喝多少才能对中老年人的健康有益？在帕瓦尔教授的研究中，单纯以咖啡因的角度表明其对于大脑和神经细胞的作用，但对于喝多少并没有明确的阐述。而美国癌症研究中心曾经就咖啡饮用量和疾病风险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每日饮用3杯的咖啡 150ml 杯，咖啡因对身体的作用效率会达到顶点，平均降低 10% 的心血管疾病以及脑疾病风险。但是如果每日饮用超过了3杯，对健康的影响效果不是很大。所以超过50岁的中老年朋友，每日饮用3杯咖啡大约在450毫升是比较合适的参考，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体情况进行增减即可。总而言之，合理且长期饮用咖啡是更有利于健康的选择。但是咖啡虽好，也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5. 这3类人不适合饮用咖啡，分别是儿童、孕妇以及神经衰弱人群。儿童本身就比较好动，而且精力充沛。咖啡中的咖啡因对神经系统有很强的兴奋作用，儿童饮用可能造成失眠、躁动的情况，影响生活和学习。有研究显示，咖啡因对胎儿的刺激性比较大，容易加速钙质流失，对分娩造成影响，所以孕妇也不推荐。至于神经衰弱人群，其本身就存在失眠的情况，贸然饮用咖啡，进一步加重神经衰弱的情况，得不偿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是否饮用咖啡，合理地享受咖啡带来的健康好处，
才是相对正确的选择。说到这，可能不少中老年人都想尝试一下饮用咖啡，而超市里大多都是速溶咖啡，成为了不少中老年人的选择。那么，喝速溶咖啡又能否益于大脑，降低老年痴呆风险？饮用速溶咖啡能降低中老年人老年痴呆风险吗？帕瓦尔教授的研究中有提到，咖啡因才是促进大脑代谢的主力军。虽然速溶咖啡名声不是很好，但其中也是有咖啡因存在的，适当饮用的确也能起到益于大脑的效果。PLOS Medicine 上的一则囊括35万人的前瞻性研究表明，速溶咖啡就降低心血管病、老年痴呆的数值为 16% 以及 19% 左右，而研磨咖啡达到了 20% 和 40% 左右。虽然速溶咖啡对健康有益处，但仍然打了一些折扣。不仅如此，大部分的速溶咖啡为了改善口感而加入了比较多的糖分，不少中老年人存在糖尿病、高血压的症状，长期饮用速溶咖啡摄入大量的糖，并不是明智的做法。部分廉价咖啡甚至使用反式脂肪酸，更有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所以，对于中老年人而言，适当饮用速溶咖啡可以降低老年痴呆风险，但要尽可能选择无糖、无反式脂肪的优质产品。就有益健康的程度，研磨咖啡是要大于速溶咖啡的，还请各位自行斟酌选择。总而言之，咖啡对于人体健康益处多多，尤其对于中老年人而言，不妨放下偏见，积极尝试，或许能有意想不到的健康收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